且呢，我们没有另外再加糖哦，完全是燕麦自己分解掉以后所产生的糖。这个是有渣的，还没滤的。有渣还没有滤的，现在要好，这个是已经过滤第1次的。渣男的渣。为什么不是渣男？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芬姐的日常。我今天呢要做燕麦奶，星巴克呢有出这个植物奶。那我觉得哈，植物奶是对这吃素食的朋友哈非常友善哈。那这个植物奶呢有豆浆啊，还有燕麦奶。那之前呢买过这个 Oatly 燕麦奶，我就想说试着自己在家里头做做看。那我有去研究呢这个 Oatly 哈燕麦奶的工厂他们怎么做。那今天呢首播，而且是独家，在华文市场里面呢，并没有人这么做。那我就把他们工厂制作的方式呢，在我们的小厨房里面可以重复。这个就是燕麦，好，平常我们想要消脂啊、降血脂，好，就会吃这个燕麦。今天就要用它呢来做燕麦奶。今天准备300克的燕麦，那这是10颗腰果，盐巴一点点，1.7克酵素。植物酵素。那我们的食材就在这里了。我们前面已经浸水燕麦，好，那浸水大概1个多小时。这个动作可以把燕麦的这些杂质先洗掉。要不要在这汤汁里面做好了？好，那这么300克的这个燕麦，那我必须要分2次打。最终的成品呢，大概会有2000 CC， 放在果汁机里面。分2次打的目的呢，就是它比较容易散，好，而且呢搅打也会比较完整。好，那我现在要加水，一次搅打，好，加850 CC， 这个腰果5颗，好，盐可以最后一次放，反正呢它们最后就是会融合在一起。再加第2次，然后第2次就要加盐巴咯。盐巴为什么要加是因为呢，这个盐巴可以提味咸可以提甜味，你知道吗？一点点就好了，盐巴不能多就是不能让它感觉有咸味就是腰果有香味啊。那这边都要泡水的原因是因为泡过水以后呢，它比较软，好，那打的时候也会比较好打。好。那我同样的呢，要加850 CC 的水。好，打好的燕麦奶，好，是白色的，乳白色。这个一般家庭大概就做到这个程度，然后就开始过滤，好，并且呢用这个纱网去过滤。那过滤的话，他手去拧嘛那我觉得是。有卫生上的疑虑啦，因为我们并不可能马上把这2000 CC 喝完嘛。我们今天是利用这个酵素，不是用酵素来杀菌哦，不是，而是我想要让它的口感更滑顺。好，那像现在你看到的就是这个很多渣，好，然后呢，而且燕麦其实它会有稠度，好，那也会有黏黏的那种感觉，好，那我现在呢要把它加入这个植物的酵素，好，那这个酵素呢专门分解淀粉。那其实呢，坊间酵素有非常多种那有的会分解蛋白质，有的会分解淀粉，这样。那我是建议说，一定要选择就是分解淀粉的这种，好，那让它呢就是产生糖，这样。好，那我们这个燕麦奶呢，就口感上就会有一种甜甜的味道，而且呢，我们没有另外再加糖哦，完全是燕麦自己分解掉以后所产生的糖。这么大一锅其实只需要1包，那这样1包呢大概是5克好的酵素粉。那酵素下去之后呢，我把它搅拌一下很短的时间呢，它就会变得比较水状，大概呢需要放个半个小时左右，好，然后呢让它酵素可以跟燕麦完全去作用。我现在开始搅拌的时候就已经有感觉比刚打出来的时候还要更水一点，好，所以酵素的作用其实非常快。好，各位有没有吃这个米粉羹啊，好，或者是肉羹的经验？好，你在吃肉羹的时候很奇妙，吃到后来
你会觉得那个羹汤哈变得比较水，其实为什么知道吗？亲爱的，不知道。好，吃到后来哈越来越水，是因为呢你口水的酵素把羹汤的淀粉，也就是它含给的那些太白粉的水有没有哈分解掉，哎，所以它就会变水了。OK， 好，那我现在就让它静置大概30分钟。各位如果去外面买酵素哈，不要买到那种胶囊状的，可能它里头会加一些甘油，好，那这个会影响我们做的这个效果。那再来，有的人呢会买这种颗粒状的，甚至呢里头会有益生菌的这一种，这个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你就纯粹买植物的酵素就好了。好，专门分解淀粉的酵素。那酵素还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呢，就叫做酶，你就要认明好是淀粉酶或者是淀粉酵素。注意哦，也不是酵母。经过30分钟以后的燕麦奶，它已经变得比较稀了，有没有？好，原本的状态哈，就是在英文说叫史莱姆啦，哈，就是嘿，对，它就是有一点黏黏滑滑的。可是像现在的话呢，就比较稀，比较水了。OK， 那我呢，让小帮手吃吃看，会不会觉得渣渣的？来，怎么样？口感？沙沙的。用这个滤网滤。好，那你要去掉这个渣渣口感的话，哈，我们总共需要滤3次。用这个要很有耐心。这只剩下渣了哈。好，尽量把它的这个燕麦的奶的部分把它挤掉，然后这个渣呢让它稍微干一点。好，这个燕麦渣不要丢掉哦，等一下还有得用哈，它也很营养。OK， 我先把它保存在保鲜盒里面。哇，这个是有渣的，还没滤的。有渣还没有滤的，现在要好，这个是已经过滤第1次的。还没用完。渣男的渣。为什么我是渣女？嘿嘿嘿，渣女。再滤第2遍。哦，这次就快了哈。这次就快了，你有没有看到渣？你看那个渣的量，你看这个渣更少了，这样就等于2杯大杯的。过滤3次之后哈，我们现在开火煮一下。好，那这个煮的这个过程哈，就有一点像做麦芽糖。麦芽糖其实就是煮滚了以后呢，把小麦哈当做酵素，然后呢整个跟它混合过滤以后哈，就是滤液把它熬煮。那在熬煮的过程呢，它的甜度还可以再提升，因为更浓稠了哈。那我们现在呢做这个煮的这个动作哈，有2个作用。第一方面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甜度提升；第2方面呢，就是让它有杀菌的作用。那这样子我保存的时间可以久一点。那我们燕麦奶做完之后，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防腐剂嘛，我没有添加这种，那么就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好，大概在7天内把它吃完就可以了。对，不会吃到7天。其实也吃不了，我们大概几天就吃完了。好。在熬煮的过程呢，火不要太大，小小火就好。那一边熬呢，一边这个搅拌。我们的燕麦奶已经滚了。有啊，赞。甜的吗？几乎接近甜。嗯，很好。燕麦要请选用有机的燕麦做哦。做这一锅的成本哦，大概酵素40几块嘛。300克燕麦大概60块，有机的话，好，有机的话60块，虽然稍微贵一点啦，哈，所以我们这整锅燕麦奶做完大概快2000 CC， 其实成本只有100块。欧特里的燕麦奶1瓶快要200块，也只有1000 CC， 所以我们大大的降低了这个成本，希望大家会喜欢哦。我们等一下可以来配咖啡试喝看看。趁热装瓶啊！
那接下来我要做这个燕麦渣蛋，那我呢拿30燕麦渣，加2颗鸡蛋，好，那大概呢小半匙的盐。锅子里面撒一点点油，好，燕麦渣跟蛋液好倒下去，会变成非常可爱的燕麦渣渣蛋。这就是我们的燕麦渣蛋，完成喽，就像煎蛋啦。放一点点酱油，我觉得会比较有味道。而且我觉得它也可以，就是夹吐司啊，馒头啊什么的，这种我觉得也不错。还没喝过咖啡版的，咖啡版也是很好吃。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燕麦渣蛋这个东西，只是我爸爸发明的。好吃吗？好吃啊！你也不需要这样吃吧？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还要记得按赞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真的都还会尿哎，还会在尿。什么尿？还会继续尿汤。肉啦，很难听哎。